男性刮胡子频率高，说明了什么？与寿命有关系吗？用科学告诉你。对于喜欢的男性来说，你是喜欢他长胡子呢，还是喜欢他脸上白白净净的呢？其实每个人的审美都存在的差异，有些人认为有胡子的男性不仅性感稳重，尽显男人魅力，有些人则认为白白嫩嫩的像个小奶狗更满足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那么当胡子跟我们的寿命产生关联时，我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最近小九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男性胡须的长短暗示这一个人的寿命，这是否有所依据呢？一、胡子长得快说明了什么？男性成年后，有些人胡子不仅长得快，还特别的浓密，有些人却是依旧白白净净的。那么为什么有些男人的胡子长得那么快呢？其实胡子长得快跟我们生活习惯、家族遗传和雄性激素有着莫大的关联。有些人胡子长得快是受到个人体质、遗传性因素等影响，导致其胡子生长的速度快。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并且通常还伴有头发或其他部位毛发的浓密。另外，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生活饮食习惯都有所不同，因饮食习惯经常吃一些油腻、辛辣、重口味的食物，导致体内内分泌失调，从而刺激到了雄激素分泌，那么男性的胡子就会迅速生长。反之，抑制了雄激素分泌，那么生长速度就会变慢。要知道，雄激素高的男性通常性格更外向，不仅精神好，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棒的。而雄激素旺盛，说明了我们人体代谢正常运行，体内充满能量，自然而然胡子就生长得比较快。二、胡子长得快，说明更长寿。早在2012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对刮胡子频率与健康的关系做过相关调查研究。在经过对2438名男性进行长达20年研究后，结果表示，刮胡子的频率跟我们身体健康并不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刮胡子不频繁的人多半为阶级工人，平时生活作息不规律，经常抽烟、喝酒、熬夜、打牌等。这些坏习惯会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伤害。而反观经常刮胡子的人，多半为白领人员，生活比较自律，且对自身形象更加注意。因此，对于胡子长得快是否能更长寿的说法，其实并不是严格上的医学论证。三、选对时间再刮胡子。刮胡子是每个男性晨起会做的一件事。那么你知道吗？有这2个时间段不适合刮胡子。一、运动前后不要刮胡子。运动前刮胡子，皮肤可能被剃须刀划伤的小口子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运动的时候，大量的汗水就会使我们伤口容易受到感染。而运动后刮胡子，这时候我们身体正处在血液循环的强烈时刻，这时候刮胡子很容易产生烧灼感。二、洗澡前不要刮胡子。很多男性喜欢在洗澡前刮胡子，其实在洗澡之前刮胡子，一旦刮出细小的伤痕，那么在洗澡时定会被一些洗护用品所刺激，导致伤口红肿。四、胡子的生长与健康的关系。虽然胡子的生长速度与寿命没有直接的科学联系，但胡子的生长确实可以反映出一些健康信息。例如，雄激素水平高的男性通常胡子生长较快，而雄激素水平与心血管健康、肌肉质量等有一定的关联。因此，胡子生长速度快的男性可能在某些健康指标上表现更好。此外，胡子的生长速度也可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生活在寒冷地区的男性可能会有更浓密的胡子，因为胡子可以帮助保暖。而在炎热地区，男性可能更倾向于保持面部清洁，以避免过多的汗水和灰尘。五、胡子的生长与遗传。胡子的生长速度和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家族中有浓密胡子的人，其后代往往也会有相似的胡子特征。这种遗传特性不仅影响胡子的生长速度，还可能影响胡子的颜色和质地。一、遗传因素的影响。遗传因素决定了毛囊的数量和活性，从而影响胡子的生长速度和密度。例如，某些基因可能使毛囊对雄激素更敏感，从而导致胡子的快速生长。二、环境因素的影响。虽然遗传因素在胡子的生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环境因素也不可忽视。
例如饮食、生活习惯和环境压力都可能影响胡子的生长。例如，高蛋白饮食和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有助于促进胡子的健康生长。6. 胡子的生长与内分泌。胡子的生长与内分泌系统密切相关，尤其是雄激素的水平。雄激素不仅影响胡子的生长速度，还可能影响胡子的质地和颜色。雄激素的作用。雄激素是男性体内主要的性激素，对胡子的生长起着关键作用。雄激素水平高的男性通常胡子生长较快，且胡子质地较硬。2. 内分泌失调的影响。内分泌失调可能导致雄激素水平异常，从而影响胡子的生长。例如，多囊卵巢综合症 （PCOS） 可能导致女性体内雄激素水平升高，从而出现男性化的体征，如胡子的生长。7. 胡子的生长与年龄。胡子的生长速度和密度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年轻男性的胡子生长较快，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胡子的生长速度可能会减慢。年轻时的胡子生长。年轻男性的胡子生长较快，这是因为他们的雄激素水平较高，毛囊活性较强。年轻男性的胡子通常较浓密，质地较硬。2. 老年时的胡子生长。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的雄激素水平逐渐下降，胡子的生长速度也会减慢。老年男性的胡子通常较稀疏，质地较软。8. 胡子的生长与健康。虽然胡子的生长速度与寿命没有直接的科学联系，但胡子的生长确实可以反映出一些健康信息。例如，雄激素水平高的男性通常胡子生长较快，而雄激素水平与心血管健康、肌肉质量等有一定的关联。雄激素与健康。雄激素不仅影响胡子的生长，还对男性的整体健康有重要影响。雄激素水平高的男性通常心血管健康较好，肌肉质量较高。2. 胡子与健康的关系。虽然胡子的生长速度不能直接说明一个人的寿命，但胡子的健康生长可以反映出男性的整体健康状况。例如，健康的胡子通常生长较快，质地较硬，颜色较深。9. 胡子的生长与环境。胡子的生长速度和密度也可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生活在寒冷地区的男性可能会有更浓密的胡子，因为胡子可以帮助保暖；而在炎热地区，男性可能更倾向于保持面部清洁，以避免过多的汗水和灰尘。寒冷环境的影响。在寒冷环境中，男性可能会长出更浓密的胡子，以帮助保暖。这种环境适应性可能导致胡子的生长速度加快，密度增加。2. 炎热环境的影响。在炎热环境中，男性可能更倾向于保持面部清洁，以避免过多的汗水和灰尘。这种环境适应性可能导致胡子的生长速度减慢，密度减少。10. 胡子的生长与饮食。饮食习惯对胡子的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高蛋白饮食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可能有助于促进胡子的健康生长。高蛋白饮食的影响。高蛋白饮食可以提供足够的氨基酸，促进毛囊的健康生长。蛋白质是构成毛发的主要成分，因此高蛋白饮食有助于促进胡子的健康生长。2. 维生素的影响。维生素 A、B、C 和 E 对毛发的健康生长有重要作用。例如，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毛囊的健康生长，维生素 B 有助于促进毛发的色素生成，维生素 C 有助于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维生素 E 有助于保护毛囊免受氧化损伤。11. 胡子的生长与疾病。某些疾病可能影响胡子的生长，例如，某些内分泌疾病可能导致雄激素水平异常，从而影响胡子的生长。内分泌疾病的影响。某些内分泌疾病可能导致雄激素水平异常，从而影响胡子的生长。例如，多囊卵巢综合症 （PCOS） 可能导致女性体内雄激素水平升高，从而出现男性化的体征，如胡子的生长。2. 其他疾病的影响。某些其他疾病也可能影响胡子的生长。例如，某些皮肤病可能导致毛囊受损，从而影响胡子的生长。